Hello， 大家好，我是仙草，欢迎收看我的视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我2023年在 Switch 上玩的一些游戏，或许可以给年底想入游戏的小伙伴一点参考。那么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并非专业硬核类、高强度等的游戏玩家，但比之去年，我感觉我又更进一步，更愿意尝试购买第一方自己喜欢 IP 的游戏，也愿意为此开通联网会员，所以今年我觉得自己可能更属于中度玩家。但我对游戏的看法依然非常的片面和主观，我仅从我自己的喜好出发，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如果有不妥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教。那么如果你跟我相似，不擅长动作格斗类和竞技 PVP 类的游戏，并对模拟经营、养成收集、冒险解谜这一类游戏更感兴趣，那么我的感受可能会对你更有参考性一些。今年我一共玩了6款新游戏，会分为任天堂本家 IP 和非本家 IP 两部分，每部分按照游戏发售的时间顺序来讲。那么还是先从本家游戏开始。今年我的第一个新游戏是星之卡比味豪华版，也叫重返梦想岛豪华版。游戏本身并非完全新作，是从未平台移植过来的加强重制版，游戏形式依然保持着原作的横版闯关模式，可以本地最多4人联机。除了原本位上面的内容，重制版还增加了新的卡比可以获得的能力，有机甲、沙子和庆典。除此之外，还增加了新的内容，魔法洛亚乐园与魔法洛亚后记。魔法洛亚乐园提供了许多有意思且富有挑战的小游戏，除了自己挑战外，也可以和朋友线下联机当做派对小游戏来玩。而魔法洛亚后记中，玩家操纵的角色不再是卡比，而是魔法洛亚，去体验新的故事和迎接更有挑战性的冒险。其实在 demo 开放之前，我还是挺犹豫要不要买的，怕横版闯关会不会太单调，结果玩了 demo 很想继续玩下去，就还是入手了。但毕竟是重制的老游戏，对于玩过的老玩家可能会吸引力不足，对于像我一样喜欢卡比及其游戏又没有玩过的新玩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正式版游玩后1周目整个感觉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很适合放松。我个人感觉主线全收集也不是很难，除了本身剧情需要的飞船零件外，还有装扮面具可以收集。秉持着卡比一直以来老少皆宜的传统，游戏中也有简单模式。当然喜欢挑战的玩家也有2周目更困难的模式，像挑战模式、特别模式、Boss Rush 等可以游玩。剧情方面我不知道跟之前的有没有改动，主线部分我觉得还不错，故事不算单调，有起伏。魔法乐园里的小游戏也很有意思，虽然可惜不能多人线上联机，但给了100个任务可以完成，不少都很有挑战性。魔法洛亚后记的难度要大一些，个人感觉多了一些动作要素，特别是 BOSS 战，对我这种手残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我自己摸索了可能3-5次才打过。但我过完1周目全收集和魔法洛亚后记，时长是15小时左右，不额外挑战自己的话，游戏流程确实不是很长，再比起价格来说感觉是比较贵的，建议还是优先考虑卡带可以回血。今年我玩的第2款游戏就是万众期待的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王国之泪我想说的可能会比较多，不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在进度条跳过，并且我之前体验过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所以会很难免将王类和野炊联系比较起来说。和野炊一样，王类依然是在同一世界观下的开放世界动作冒险游戏。正如我视频开头提到的，我是一个动作苦手，但在王类中可以运用游戏里的物理、道具等等机制来找到自己顺手的方式来冒险。正面刚不过可以尝试猥琐流、偷袭、放火、组机器人等，这也是王类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我最佩服这款游戏的地方。上手初期我个人的感觉，小怪会更有挑战性一些，但神庙神殿的解谜部分变简单了很多，探索更具有创造性了，特别体现在新的能力使用方面。怪物好像也变得更聪明了，怪物之间也增加了交互，更有生态感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点。初体验感觉一上来推到眼前的内容好像比野炊时要更多一些，甚至有一点内容方向太多而变得有一点慌乱的感觉，贪心的奔波在主线神殿、龙之泪和想去的各个村庄驿站之间。但我自己适应了几天，找到自己合适的节奏后，还是变得和当初探索野炊时一样快乐了。中期我个人感觉神殿解谜确实要比野炊简单了很多，
弱解谜或者不喜欢解谜的玩家体验应该会更好。但神殿也各有特点，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特别是封神殿的演出实在是非常棒。我第一个打的就是封神殿，以至于后面的期待也拉得非常高。但其他4个神殿的演出，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封神殿那么好，并且贤者们过完神殿的剧情讲故事实在是有一点重复，并且贤者的交互体验起来也有一点点小问题，感觉应该有更好的交互方式才对。王类的整个故事基调和氛围感觉要比野炊更厚重更饱满一些，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阴森，导致非常胆小的我有的时候带入还是有一点害怕。后期除了以上我对游玩的体验外，通关感受更多的主要是集中在剧情方面。下面内容会涉及到剧透，如果还没有通关介意剧透的小伙伴请酌情跳过。我原本以为我会跟野炊一样，过完了除最终战的剧情之后还要溜达很久才会去通关，但王类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我拔完大事件后被剧情真的创翻了，公主的剧情真的太刀我了，搞得我当时泪流满面。所以过完除最终战的全部剧情之后，我心里就好像装了一件事一样，在外面游荡得很不安，所以有一天就想干脆去把加农打了。结局的剧情演出也非常非常棒，非常的到位跟感动，特别是游戏开头和结尾，公主和林克在空中的2次牵手非常的有宿命感。我个人感觉从解谜和一些任务上的体验来看，如果说野炊是尝试到达不同的地方而驱使的冒险，那王类更像是尝试不同的方式到达地方而驱使的冒险。野炊的侧重更像是目的地，而王类则是到达目的地的方式。王国之泪绝对是值得票价的一款游戏，可以玩的时长非常长。我过完1周目已经超过150个小时，地图还没有开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如果硬要挑剔的话，我可能一开始抱有102分的期待，但因为一些细碎的体验问题，王类在我心中是101分，但是听说没有 DLC 之后就变成了100分。如果你对探索冒险感兴趣，那王国之泪绝对是一款值得一玩的游戏。今年我的第3款游戏是时隔多年的全新2D 马里奥新作《超级马里奥兄弟惊奇》。虽然我没有玩过所有的马里奥作品，但前有奥德赛与3D 世界还是让我很期待的。但发售前还是对2D 题材抱有一些担心，但玩下来发现其表现绝对对得起惊奇2字。新作当然也有了新的画面美术设计，我自己是感觉更可爱了，视觉上面非常鲜明但不花哨。虽然惊奇还是横向平台动作游戏，但加入了新的要素，例如新的变身状态大象和关卡里的惊奇花。触碰惊奇花可以改变当前关卡下的关卡形式和样子，玩家所操纵的角色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新形式和状态，这也是我对惊奇感到非常惊讶的地方。很多变化都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好玩。但这么有意思的惊奇花竟然只是我对惊奇第3喜欢的部分。我第2喜欢的部分是线上联机模式。虽然惊奇可以线上联机，但其实处于同一关卡的其他玩家是灵魂状态，对玩家自己玩的内容造成不了任何影响。但大家在死亡之后可以互相触碰灵魂来援救彼此和隔空分享道具，并且增加的立牌要素让大家还能一起帮忙解谜。这一点为什么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呢？是因为这样的话，在多人联机状态下，玩家间只能对对方做出正向的行为，最差也就是什么都不做，但不会有任何的负面影响，让玩家间互动起来的氛围非常的友好。有人会用立牌提示你解谜，有人会一步一步演示操作教你过关，这类等等，让我玩起来毫无多人联机的协作压力，只觉得世界非常美好。但在惊奇里，我最喜欢的第1喜欢的部分是闲聊花花。这个可能因人而异，有人可能会觉得花花非常聒噪很烦人，但对我来说花花真的太可爱了。我属于自己玩游戏比较多的玩家，很少有机会会和朋友联机或一起玩，所以每当在关卡里突然听见花花的吐槽，就会觉得很像是有朋友在身边一起玩一起吐槽的样子。花花简直就是我的赛博陪伴。难度上我认为保持了老任一贯的易上手难精通，比起以往的作品取消了关卡时间限制，据说动作惯性也有所减小，还增加了徽章系统，这些都能降低一些难度。大部分关卡通关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也会存在卡住的解谜和收集要素。我没有刻意收集，一周目通关大概在15小时以上，完成主线内的世界全收集时长来到了20小时以上。前面这些收集对于我来说是需要花时间堆砌技术和熟练度，但是可以拼出来的程度。但来到特殊世界后就更吃力了一些，以至于手都搓破了，堆了上百条命，最后的徽章锦标赛还是没过。抛开全收集的话，惊奇的时长我觉得也不算很长，让我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好玩是绝对真的好玩。今年我最后一个本家作品是超级马里奥 RPG， 同样不是新作，是96年原作的重制版，以马里奥为主角的角色扮演游戏，和马里奥及同伴们一起冒险与怪物战斗。战斗是以回合制形式进行，可以配合按键时机增强伤害或防御。游戏中有轻松和普通模式可选，画面重置的不错，我觉得挺可爱的，但有时候会觉得画面倾斜的角度有一点影响操作。人物表演和剧情演出都比较复古诙谐，整体风格比较幽默，游戏进程中还会穿插一点小游戏。一周目我没有刻意收集，时长大约在11小时。2周目收集了一下隐藏宝箱，时长到了14小时。因为我没有体验过原作，想到这是和自己同岁的作品就觉得不可思议。小时候要是能玩到这样的作品，不得开心死。长大后体验到了，依然觉得是不错的内容。虽然放到现在，相比时下的游戏是没有那么有趣了，体量也比较小，形式和剧情都比较单调，单看这些会觉得有点无聊，但实际游玩中也有不少让我觉得有趣的小地方，我自己还是能玩得比较投入，可能也是因为我很吃老任游戏的这一套吧。但这款游戏我依然推荐买卡带或者等等降价，体验完后可以回血。今年我玩的非本家游戏的话，只有下半年的2款。第一款是潜水员戴夫，是以蓝洞为背景的海洋冒险游戏，内容丰富，有冒险解谜，有模拟经营，还有各种情节小游戏，喜欢海洋主题的话会很受吸引。画面是好看的像素风，演出诙谐，非常有特点。在探索冒险部分，每次下到蓝洞里，地图都是不同的，可以捕到不同的鱼类来供给给餐厅。随着可以下潜的深度增加，会开始接触鲛人族，完成一些任务并了解他们的故事。主线过程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游戏形式，例如逃亡、解谜、战斗等等。但对我来说，中后期会开始觉得有一点跑任务的疲惫感，所以中途休息了一段时间没有打开。介意类似情况的友中途可能会失去游玩兴趣。经营内容里，戴夫要和班乔一起运营餐厅，在和 VIP 客人的料理对决中还能亲自参与做饭，玩家的操作会影响班乔的成绩，这一趴也非常有意思。甚至后面还能养鱼、种地、养鸡。在 NS 上按键操作不是非常顺手，但我自己觉得是可以习惯的，但也看到有不少友说觉得非常别扭。还有就是读条会比较慢，字比较小，看久了会比较疲惫，偶尔还会出现卡顿，并且发生闪退。我目前自己遇到了2次闪退，介意的友还是建议在 PC 上面玩。一周目我追着主线通关，没有刻意收集海洋卡的情况下，我大约玩到了35个小时左右。我个人感觉是比较耐玩的，内容是真的丰富，通关后收集和经营的部分也可以玩很久很久。对于收集控的话，收集和升星图鉴、菜品还是会花费很多时间的，并且在12月15日推出了与鱼帆暗涌联动的免费 DLC， 增加了新的内容，包括新形式的地图、新的鱼类图鉴、新的武器、菜品、NPC 等等，能游玩的时长也会随之拉长，并且参考到100多的价格还是很有性价比的。第二个非本家的游戏是时尚造梦，是换装社交游戏，内容以收集服饰、换装为主，还有一点点装修、展厅、设计服装、拍照等。进入游戏可以捏人，也有男女角色可选。游戏过程中，服装获得途径非常简单，给喜欢的服装点赞即可，只要是在别人身上穿的、潮流区或展厅里摆出来的，点赞即可获得，属于是见到即得到了。这样的模式可以让玩家将重心真的放在穿搭上，而不是苦于如何获得服装。玩家间也可以线上互相推搭，
分享穿搭、服饰，并且联网并不需要任天堂会员。玩家的主线目标是达到1万粉，随着粉丝数提升，可以来到3个不同风格的地区。扭蛋机和乐拍弹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通关后还可以来到第4个地区，给 NPC 推搭提升好感度，可以获得妆容和拍照姿势等等。其实发售之初我并没有第一时间购入，我虽然很喜欢换装游戏，但我很担心会不会在模式上比较无聊，或是像换装手游那样有获得物品的门槛，在游戏体验上本末倒置。但玩上手后完全没有以上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是很耐玩的，甚至一度有点上头，经常只是想拿起来消磨碎片时间，但一旦打开就久久不能放下，并且后续也有免费的内容更新。今年12月5日已更新第1弹冬季更新，主要更新了蝴蝶系列的服饰和家具等，并开展限时展销会，完成不同的任务可以领取奖励，都是比较简单的任务，例如点赞推搭。这种活动有点像每日小任务的感觉，也可以提高上线意愿，特别是对于喜欢收集的玩家应该不会想错过。但实际情况，由于官方表示限时活动中部分功能存在异常问题，所以活动在开始的第1天就中断了。虽然并不影响本来的游戏内容，但还是让人觉得有点糟心，并且时隔1周多，官方才表示修复好了问题，可以继续开展活动，并且补偿也少得可怜。这个说实话多少是有点下头的。除此之外，日常游玩内容下会有一些小问题，像是衣服收集多了，在翻页时会卡顿，登录时联网会有一点慢。但对我来说，虽然说还可以接受，但要是能优化的更好就好了。介意的友友需要在这上面多考虑考虑。我今年虽然玩的游戏数量少，但好像一直也没闲着，特别是下半年，甚至感觉都有点玩不过来了。希望大家也能玩到让自己开心的好游戏。以上只是一些我自己非常片面的感受和看法，希望可以给跟我有相似喜好的小伙伴参考。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望大家不吝赐教。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游戏愉快，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